嗨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星。现在洛杉矶已经越来越热了，然后刚刚跑步回来。今天这一期，我想跟大家浅谈一下拉斯维加斯的房地产现状、投资状况是怎样的，然后供大家一起参考一下。然后上一期我跟大家浅谈了佛罗里达的那个房地产，然后反响甚好，所以说我想接下来跟大家再谈谈 LA 附近的一个投资重区是拉斯维加斯。我是第一次2014年来 LA， 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听到朋友在拉斯维加斯置房啊，然后不管是在国内的也好，是在其他外州的也好，甚至于在 LA 本地的也好，他们很多人都在拉斯维加斯去置房，大部分是投资，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在那边自住。然后拉斯维加斯呢是 LA 附近4个小时的著名的赌城，然后那边因为旅游业的发达，然后赌业的发达，所以说那边也是一个投资重头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今天这一期呢，我想跟大家好好谈一谈拉斯维加斯现在的状况是怎样。首先呢，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拉斯维加斯呢近20年房地产发展的一个历史情况。然后这里呢，我找了 Zillow 上的一个例子给大家讲一讲。然后它是在这个房子呢是在拉斯维加斯的北区，它北边的地方呢是它的老区，它发展的历史比较长，所以说呢这个我找的这个房子呢，它非常典型的反映了拉斯维加斯近20年来然后房地产发展的一个历史情况。大家可以从 Zillow 的数据上可以看到，你看这个房子它在次贷危机的时候呢，它跌价几乎跌了60%-70%，然后差不多跌到了7万的那个样子。然后它是在2025年5月8号重新被卖的，然后它卖了38万，涨了几乎5倍。然后基本上这个案例非常典型的反映了拉斯维加斯近20年来它的一个状况，它的起伏非常的大。接下来呢，想跟大家讲一讲拉斯维加斯这边的房子它的一个区域的分布的情况。然后它以拉斯维加斯 Strip， 就是我们赌城的那个酒店区，它以 Strip 为最繁华的区域作为中心，它东西南北其实分了4个区。我们刚刚讲到的 Zillow 上的这个例子呢，它是在北部那边。在北部的拉斯维加斯呢，它的特点是它早期是一个工业区，近几年来新社区才逐步在建设中。那边的房子呢，相当于是拉斯维加斯这边最便宜的房价的地方，适合于那种预算有限的人。然后当初也是很早有很多人在那边去买房子，它那边房价是拉斯维加斯这个地区最实惠的地区之一，因为它是比较老的区，就是所谓我们华人说比较差的区，犯罪率是比较高的，所以说呢，那边其实就是适合一些投资客。其实我们都说，其实越烂的地方，只要不是自住，其实越适合投资。所以那边还是适合作为投资房，或者说购买那种大面积的住宅进行投资，那边还是 OK 的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区我想提到的就是 Henderson 呢是其实也是发展比较早的区，然后那边呢就是属于拉斯维加斯老的好区，就是它比较发展的比较成熟的一个比较好的区。为什么呢？它那边是所谓的学区房，它那边的学校排名呢是非常优秀的，然后那边的公园湖泊呢绿地也非常的丰富，然后呢那个医疗呢餐饮购物都非常的便利，然后那边的安全性也比较好，是拉斯维加斯区域最安全的区域之一。然后那边就是属于中等偏上的一个区域，然后有些什么高端社区啊，像 Green Valley 啊，还有 Anthem 啊，然后都是它那边比较好的一个社区。所以说那边呢其实是适合那种家庭友好的城市，然后生活便利，然后那边就属于比较中等的家庭啊，然后退休人士啊，军人呢，因为它是靠近那个一个空军基地，然后那边是一个就老的比较好的好学区。然后 Henderson 呢是在那个Strip 的东南区域。Henderson 是他们相对于上面是东北区域，拉斯维加斯 Strip 在中间嘛，然后那个东北区就是它的老区，北区是比较差的区，就我们说的犯罪率比较高，但房价是最便宜的地方。然后 Henderson 呢是在下面一点东南区域，它那边也是比较早发展的区，但它学区很好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是西部，就是我中间是那个 Strip 嘛，然后西边就是 Summerlin 那个社区其实是蛮有名的，我都听说过。
过，因为那边是所谓的一个高端规划区域，环境非常非常好，然后那边就有所谓的一些比较漂亮的房子，就是上百万的，甚至于200-300万的房子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也给大家举到了一个 Zillow 上的例子，大家可以看看那边的房子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。然后它非常的漂亮，是285万的一个房子，然后大家可以从 Zillow 上的图片上都可以看到，然后它就非常的 modern， 非常的现代，这是那边的一个就是典型。然后外面有游泳池，然后面积也非常大。我看一下这个房子有多大，这个房子有3850 square feet， 然后3个 bedroom 4个 bathroom。它相当于是非常非常宽的，因为之前你看我那个房子2000尺都是4B，这个3000多尺3B，然后说明它每个房间的那个空间是很spacious 的，是很大的，然后外面有游泳池。然后那边的房子有个特点就是，它为什么卖那么贵呢？它是在山下，然后它的 view 就非常好，然后而且它虽然是在山下，但它的那个地理位置是高的，所以它正好在晚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 Strip 赌城的夜景，所以它的景观是很好的。因为你们知道，在美国买房子其实花的钱，就是说钱多也是买那个景观，越是景观好的房子就越贵。所以 Summerlin 也是一个值得去提的一个地方，它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它那边的房价偏高，但是房品的质量很好，然后它的治安也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它那边呢就非常非常靠近那个 Red Rock Canyon， 就是那个国家公园，就是那个红岩峡谷公园，也有很多很多的高端购物中心，那边的学校的质量也比较好，会比 Henderson 要稍微新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最后其实我重点想跟大家提到的，也就是最近呢，大家可能做房地产那个投资会比较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新兴的区域，它叫做 Enterprise， 我们叫企业区，它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区域，就类似于我买房子的Chino，它这边非常新。然后呢，它非常非常靠近那个 Strip， 靠近那个 Las Vegas 大道，而且呢，它非常靠近就是最近刚刚在修的那个地铁站，然后那个地铁站呢就直通LA， 所以说呢，它的交通非常便利，然后那边的发展前景也非常好，又是新的区域、新的规划的区域。然后呢，那边的房子呢，就非常适合年轻人、新移民和首次购房者，以及于现在想投资新房的、做投资房的人，因为那边的房子全是新的，然后你的那个，而且那边的房价偏低，它那边的房价是，就可能会比那个北区稍微高一点点，那它是新房，它那边就特别适合那个新的投资者在那边去买房，因为可能我们是看发展的趋势吧，因为它那边靠近那个火车站，然后到 LA 的火车站，所以说然后可以直达 LA， 交通便利的地方大家都是知道，交通好发展就好，所以那边发展是比较好的，而且那边离市中心和那个机场也非常近，而且有很多新建的小区、购物中心都在增加，那边是属于一个重点，我最近去看是一个重点去关注的一个投资区域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其实我专门也给大家专门找了一个案例，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心目中，拉斯维加斯呢是跟 Florida 是一个比较同级别的一个2级城市，但是它又非常适合投资，这么多年来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投资区域。所以呢，我找了 Enterprise 的一个新房去跟我们上一期谈到的 Florida 的那2个 Tampa 和 Orlando 的新房，然后去做一个类比，然后这3个区域其实就非常的类似，然后他们是在我看来是同一个等级的一个城市，而且又是新房，都是2023年。然后我找的这个房子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在 Zillow 上，我看一下哈，然后这个房子呢，按照近期售买的价位呢，我也估算它大致是42万、43万那个样子，就跟我在 Florida 上一期提到的2个案例 ，Tampa 一个案例 ，Orlando 的一个案例，也都是大概估价是42万，可以做一个类比。其实我也自己也好奇嘛，然后想看一看现在在 Florida 买房和在 Las Vegas 买房哪一个性价比好一点，哪个挣现金流好一点，哪个作为投资更好。然后我也好奇去算了算，大家可以去看我的上期视频，价位呢都是42万。我们算出来，其实当时这个年现金流呢，在 Orlando 的房子，那我们是基本上1年要亏个大概7780。Tampa 的性价比还稍微再低一点点，它会亏个11980那个样子。然后我们看看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房子，我们就说了估算42万，然后它的 square feet 呢是1580
380，然后它是3个 bedroom， 2.5个 bathroom， 然后它的月租金呢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在 Zillow 上是2350，然后我们把它的贷款也一样的算出来，我们的 term 为了比较嘛，就跟 Orlando Tampa 是一样的，都是算的那个30年，然后那个7%，然后它的贷款支出呢，因为房价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它的连贷款支出呢都是一样的，都是2439乘以12个月，一年的地税呢是4169，它的地税跟 Orlando 是差不多的，也差不多是1%那个样子一年。然后 HOA 的费用呢会稍微低一些，比 Orlando 低很多。然后它一年的 HOA 呢是684那个样子。保险费用呢，因为这边我们都知道没有 Orlando 那边飓风啊那些东西，它的保险会便宜一些，只有大约一半的样子，就是1200块钱。所以说我们总共加起来看，它的月租金2350，然后呢贷款呢跟 Orlando 和 Tampa 是一样的，然后呢地税呢差不多1%，跟 Orlando 一样，然后 HOA 低一些，保险低一些。那它的年总支出加起来呢，就是35321那个样子。然后我们用它的那个年租金是28200，然后减去它的总支出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负现金流呢是7121。这个小结一下呢，我们如果只看出售比的话，好像拉斯维加斯呢是比 Orlando 和 Tampa 呢要低一些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拉斯维加斯的房子的那个持有成本要比 Orlando 和 Tampa 要低，所以说呢，总的算起来，其实连现金流呢，拉斯维加斯呢反而是亏损最少的，它只亏7121，但是也跟 Orlando 差不太多，亏的最多的呢是 Tampa， 所以大家其实能看得到，现在其实对于除了那个这种1线大城市，洛杉矶啊、纽约，像这种阳光地带2线小一点的城市，如果我们类比这种就是新房，就是2022年、2023年新建的新房的话，他们都是没有正现金流的，然后呢，基本上都是要亏个大概1万上下，然后所以说，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，可以把这些数据拿来作为参考，然后也可以多跟我讨论，看看怎样的投资是最好的。好啦，这一期视频基本上就讲到这里了，希望这些数据也好，我个人的见解也好呢，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，然后呢，可以供大家参考，不管是自住也好，投资也好，那么我就会很开心的。然后呢，也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，然后和我一起讨论互动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还想多看到我的视频的话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我的视频，多多给我支持，然后也请给我留言，我会尽量一一的回复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然后下一期呢，我可能会准备谈一谈德州的房地产。然后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，告诉我你们想听听哪里的房地产哦，到时候我就会准备，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，一起学习。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啦，这里是星星绕地球，拜拜，下期见。